在印度做场测，为了覆盖不同城市和不同网络，需要测试各地 Airtel、Jio 和 Vodafone 3家运营商的 SIM 卡。朋友帮忙提供了 Vodafone。真正让我窥见印度的，是后来办理 Airtel 和 Jio 的经历。办卡这件小事，藏着印度的低效，也藏着还没被人看见的机会。在孟买 Airtel 线下门店不直接办理，店员让我留下酒店地址，说晚点上门办理。正常套餐明明只要299卢比，到了酒店，他开口就是1000，我说太贵，他马上改成800，没有发票，价格可以商量，多出的那部分大概率没有进 Airtel， 而是进了某个人自己的口袋。那位员工倒是很有自信，他说印度5年内会超越美国，但谈到兔村时，语气里又带着一点羡慕。印度很难超过兔村，这种状态很印度，对未来极度乐观，对眼前的系统摩擦却习以为常。但后来接触到的一些印度客户，看法往往更冷静，对兔村的供应链也很钦佩，对印度却未必那么乐观。办理 Jio 时，我才真正见识到一张 SIM 卡能有多难办。外国人办卡需要护照、签证，还要一个当地城市朋友的真实地址和电话。店员用手机录入信息，录到一半，系统会给朋友发一个验证码，只有3分钟有效期。朋友不在现场，回复稍微慢一点，系统就超时。一旦超时，前面那一长串信息就得从头再填。一个手机，3个外国人，3张 SIM 卡，同样的信息，前后反复输入了10几遍，最后花了将近4个小时才把3张卡办完。安全审查可以理解，但3分钟验证码，超时全部重来，还必须依赖当地朋友，这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流程本身在消耗人。相比之下， Vodafone 是最省事的。店员说随时去线下基本都能开卡，但信号确实很差，连市区也经常没有4G。 Airtel 覆盖更广，城市、乡村大多都有信号，办理倒不算太难，只是价格随性，流程也不够规范。Jio 只有4G、5G 网络，没有2G 可以兜底。有一次从新孟买回孟买，一路上到跨海大桥 Atolsetu 这一段，信号一直都很差，而一过桥，网络马上恢复正常。更麻烦的是保号， Jio 员工告诉我，只要按时充值，号码就能一直保留。于是离开印度前，我特意续了1整年的套餐，结果回到兔村，签证一过期，卡立刻失效。后来才确认，外国人的 SIM 卡有效期其实跟签证绑定。 Airtel 说得很清楚，签证到期，号码也到期，不能保号。 Jio 不是政策更宽松，而是一线员工自己也没弄明白。对游客来说，这只是不方便，但对长期在当地开展业务的人来说，却是真实的阻力。手机号不只是用来打电话，还绑着 WhatsApp、Uber、客户和各种账号。你刚把号码留给客户，签证一到期，又要从头再来。在兔村，办卡只是基础服务，在印度，办卡更像一次小型冒险。你要找对人，备齐材料，还得碰上一个真正懂业务的员工，并忍受系统随时把你打回起点。但摩擦力高，也往往意味着机会还没有被磨平。在印度的大城市里，外国人并不多见，这至少说明这个市场还没有被外部力量充分进入，只是这里的交易成本确实很高，很多事不是不能做，
而是要多花几倍时间，多走几道弯路，多承担一些不确定性。兔村需要消化庞大的就业压力，房地产、互联网、教培先后降温，人口又在下降，内需也在走弱，对出口的依赖反而进一步加深。印度依赖兔村的供应链，但未必需要兔村的品牌和运营，所以对很多制造业来说，更现实的路也许不是把整机直接卖过去，也不是一开始就大投入、长周期、重资产建厂，而是把零部件运到印度，由当地企业完成组装，这样组装和一部分本地化环节放在印度，核心零部件、方案能力和供应链组织能力继续留在兔村。这也许就是印度市场真正的机会，不是把兔村的一切原样搬过去，而是在高摩擦、强防备的缝隙里，找到一条还能走通的路。一张 SIM 卡让我看得更清楚，印度不是一条好走的路，但也正因为不好走，才留下了一些别人还没拿走的机会。